国中之事，老将军知之甚详。我虽名为世子监国，护持吴越王印玺，可若无沈相公允准，我这个挂名的世子，一兵一卒都调不动。世子听明白了，是老夫有病。彭里湖中，3万龙翔军将士，280余艘战船，皆是老夫当年在军中救护。若老夫侵入彭里湖，只需一封加盖前王印玺的招降文告，这支兵马便是吴越的龙翔军了。世子，有了这支水陆大军在手，莫说是江右6州，便说是南唐在江南的13州100余县，也皆是我吴越的领土。吴越5代大王，100余年征伐不断，也才只赚下了13个州的基业。而今，世子只需盖上一道印鉴，便可为吴越再拓土13州。吴越这饮食如此寡淡吗？大王，大帅，目击敌尺已修补得当。元帅，可是有紧要军情？无甚大捷，小儿辈大破贼矣。好啊。好。今日，我吴越雄师砥兵立武，助宋伐唐。此战关乎吴越气运，亦关乎吾辈之荣辱。孤知道南唐亦为劲敌，然我吴越豪杰岂有惧哉？诸君当随孤奋力向前，克敌制胜，成吴氏之功业，建太平之殊勋。今刀锋出鞘，兵直入江陵。
老都头，国家要亡了。从武中王到当今天子，从大吴到大唐，前后91年，国祚巍巍，多少袍泽斩头沥血，才撑起这一片锦绣江山。如今他要亡了，老夫今日想问上一句：这个90年来让尔等安享供奉的四国四民，还有人愿意为他一战吗？这是吴越钱家小儿的招降本告，上面压着吴越钱王的印玺。尔等当中，若想要寻得一条出路，只需告知老夫，老夫就把他送到杭州去食他钱家的俸禄，去苟全他的残生。老都头，您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你若想要活命，只管弃了兵权，去了杭州，高官厚禄不敢保，做个富家翁还是有的。可都想好了，现下留下来的，就全当自己是死人了。这阵子，老夫一直在想，一个几代人筚路蓝缕，用血和肉建立起来的国，如今国祚江中，还有人愿意为他去死吗？我知道，天子昏聩，不似人君。为了江宁城里那个稀烂的朝廷去死，莫说是诸君，便是老夫也是不愿的。这毕竟不是他一人之国呀，这不是他李氏一家之国，这是自大唐纷乱以来，在杨武中王抚民定乱的盗旗之下，浴血鏖战的数十万将士用自己的血和命拼杀出来的安身立命之国，是江南千万市民耕读劳作，一砖一瓦，一粥一饭建立起来的子孙绵续之国。先武中王崩殂那一年，老夫只有11岁，身量还没有手中的木枪高，被选入黑云长剑都，只配给老王牵马。那年出征，老王在马上，老夫在马下。老王问我，这辈子可有什么念想？我说，能吃饱，能吃肉，活着能有一间屋，死了能有一垄坟。那时候小啊，尊卑都分不清楚。我问老王，他这辈子可还有什么念想？老王说，他快死了。若有来生，唯愿托生在一个太平之国。
为了这样一个国，诸君愿意随老夫一道去死吗？相公，你如何来了？这宫中有何不妥吗？有一桩尴尬事，按理说该禀报王妃娘子，下官却有些犹豫，特来向相公讨个主张。究竟出了何事？这是何时的事情？有2、3个月了。如何不早报与大王？青丛都的茶子不识得他，又是国舅引进来的人，只是年纪高大些，下面的人心里嘀咕，却不敢擅作主张。若不是前几日我查阅文牍，发现此事，传了青丛都的人来问，连我都要蒙在鼓里。能确认是他吗？人我并不曾亲见，只是那般的年纪，又是那般的形容体貌，外间的秦淮社眼妆又能任他去用。除了此人之外，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何人能有这般本事。你呀，你误了大事了。要禀报王妃娘子吗？这已不是家事，是国事。不会闹个……慎言。眼下最要紧的，不要再张网养鱼了。王都内外那些秦淮社的余孽，一个都不许放走，尽数拿下拷问。此人与大王是老冤家，纵横江湖几10年，真要有什么作为，下面的人怕是问不出来。问不出来也要问。第二件事，从青丛都选人。此即可其封锁咸宁院，无论内侍、小厮还是侍女，连同护卫世子的亲卫第2都将校兵卒，一并拿下，依次拘问。这怕是要请示王妃娘子。王妃那里，我亲自去奏告。若是他自家执意要闯出来，青丛都的孩儿们怕是拦他不住啊。眼下是什么时辰？卯时3刻不到。此事你不要管了。来人，今日有几份急札，去咸宁院请世子过府用玺。诺。相公辛苦，余下的事下官去做。相公，到底出了何事啊？是啊，我也想问问世子，究竟出了何事？相公说的话，为俊听不明白。那我就说得明白些。
这些日子，世子与那李元清究竟做下了何等大事？真的做了？只是一份照相文告而已。哦，还有一些除兽札子，没有相公签押，在国中是不能用的。将佑6州，原来相公都知道。还有龙翔郡。写吧。写什么？向你父王请罪的表彰。陈阿佑，诺。起来！事情已经出了，做这般可怜样子，给谁看？阿俊如今在做什么？沈相公收了大王印玺，将世子交回颐和园，由王妃娘子管教。你阿爹与李元清盘桓了半辈子，何尝吃过他半份亏来？偏你这般糊涂，被人算计了还帮人数钱。我平日里看你也是个有心思的，怎么都用到这些旁门左道上来？儿子也是立功心切，想要为阿爹分忧，为吴越透土。这般浅显至极的伎俩，那李元清拿去骗你大哥，被阿平一眼识破，却又将计就计，反而让他吃了个大亏。你说你平日里处处与你大哥攀比，却怎不知学着点大哥的好处？儿子自知没有大郎兄那般文韬武略，做了营田使，随后入相府做大参，出使京师，随军提调良资转运，朝野上下无不称颂。儿子也想成为那样的人。阿娘，儿子甘愿辞去世子之位，请阿爹和阿娘顺应内外人心，让大郎兄正位世子。朝中的事情，我向来不懂，也懒得过问。你的世子是你阿爹封的，要辞，当面向你阿爹去辞。做下这般蠢事儿，王都是待不下去了。拿上这封书函，军前寻你阿爹去吧。大王，此事是臣的疏忽，上了那老贼的恶当。此事原本怨不得世子啊。那怨你吗？你自家捅出的篓子，自家去收拾首尾。诺。
李元清苦心孤诣，布下这般大的一个局，难道真的是为了将龙翔军和江右六州拱手献于孤吗？此人，孤自幼知其甚深，称他一句国士，亦不为过誉。他不惜忍辱负重，在杭州向阿俊俯首称臣，所图者，可不仅仅是我吴越国。如今南唐朝廷上上下下真正的死敌，是占据了宛口和采石矶，在长江上搭起浮桥的朝廷大军，还不快去！诺。元帅，龙翔军舰上升的是吴越旗。钱家那位宗亲何在？回禀元帅，在营中进食，抱怨肉太粗，酒太酸，又打一尾江鱼来吃。传令下去，矛枪、弓弩、火箭准备。动。钟玄，在。你去对面船上打探一下虚实。诺。太尉，江面上有东西，这边也有。太尉，谋祸有撤，快撤，撤！众将听令，点火！起驾！周旋呢？回禀元帅，太尉围着军舰守卫。那前世宗亲给老子带上来！回禀元帅，那人不见了。去给老子找回来！找不回来，你也别回来了！诺。传令下去，命后面的船只掉头张帆，全速回撤。前排的船由横阵变为纵阵，后排的船从侧面包抄。诺。进攻！禀元帅，
太尉带领我军从南北两面返回，包抄贼船，贼军一路溃败之势。命弓箭手全数朝着龙翔旗舰，给我打！别急，快一点！